李叔、六婶儿、唐大伯、邢大哥，我这就去找我亲生父母了。大家不要太想我，我以后一定会回来看你们的。傻孩子，沈家可是有名的豪门，你回去了就好好享福，千万别惦记我们。就是，你爹妈肯定想死你了，咱这破村有啥好的？你就安心陪着你爹妈吧。大家对我真好，谢谢大家，我不会忘记你们的。大小姐，时候不早了，我们该动身了。耶！快拿鞭炮来！这个活阎王终于走了，他再不走，老子那些讹人碰瓷的手艺都要荒废了。谢天谢地，我们以后又可以痛痛快快的捞偏门，再也不用担心一动歪心思，不是被他雷劈火烧搞体罚，就是被他命令手烧刑罚殿搞精神折磨了。以后他那些神童就拿去霍霍城里人吧。大小姐，沈家吃的都是特供无菌蛋，这土鸡蛋待会儿我帮您处理掉。不行，这是乡亲们的心意。怎么看起来像是在庆祝大小姐离开？大小姐，您和这里的村民感情很好，可我听说这山坳村是恶人窝，专出悍匪刁民。怎么可能？我是在村里吃百家饭长大的，每个人都很善良的。谁要是不小心惹我生气了，可是会遭报应的。这话怎么听着不太对劲儿？好开心啊！我终于可以见到我的父母了。我一直很好奇呢，到底什么样的人能生出我这样的小可爱呢？大小姐，我们到了。见过大小姐。果然是乡下地方来的，一股穷酸气，比猪猪小姐差远了。大小姐，先生、夫人、猪猪小姐和大少爷还在等您呢。他说我坏话。哪能呢？您听错了，咱们家规矩最严了。喂，说人坏话要吞柠檬的哦，下次别这样了。呸！土包子装什么千金大小姐？哼！你叫昭昭是不是？你都这么大了，阿云，你看长得多像你啊！真的像，这眉眼跟我年轻时候一模一样。我的宝贝女儿啊，都怪我们没早点找到你，让你在外面受苦了。从今往后，爸妈一定把最好的都给你，好好补偿你这19年。这就是妈妈，妈妈好香啊！爸爸妈妈，他们是谁啊？这是你弟弟小宝，妹妹猪猪。这些年多亏猪猪陪着你妈妈，你当姐姐的以后也要多照顾妹妹啊。可他不就是那个把我扔掉的保姆的孩子吗？他亲妈把我害惨了，我以后还要照顾他。爸爸妈妈，我就说姐姐不会原谅我的，我就是个罪人，你们还是让我走吧。傻孩子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你也是受害者，我不许你这么说。你这个乡巴佬胡说八道什么呢？猪猪姐永远是我姐姐，你休想赶她走。你要是不满意，你自己滚回山沟沟去。要你管！哼！小宝胡说什么呢？昭昭啊，你弟从小就把猪猪当姐姐，还没转过弯来呢，你当姐姐的让着他。以前我在村里都是别人让着我，怎么回家了，你们反而要我让着别人？你们说要对我好，是骗我的吗？这是妈妈最喜欢的古董花瓶，怎么姐姐一回来突然就碎了？谁要是不小心惹我生气了，可是会遭报应的。
小姐，一路上累了吧？您先上楼休息。先生和夫人给您准备了一个很大的房间，有超多礼物等着您拆呢，全是限量款。真的吗？那我现在就去拆。这丫头怎么脑子好像缺根弦儿？不会是个傻子吧？老张，你把丫头接过来，路上有没有觉得她不大对劲？那整个村子都很不对劲儿。听说大小姐回城认亲，送别的时候依依不舍的，但等我们车子开远，那群人转头就又高兴的放起鞭炮，而且妈妈，你就别担心了，姐姐肯定是因为才从乡下回来，不懂得鉴赏古董，我以后会好好教姐姐的。不必花那些心思，接她回来就是替你去嫁傅家那个残废的。我是怕傅家发现她脑子不正常。那就让她少说少动，乖乖装哑巴当花瓶，总能糊弄过去。你们刚才说的都是真的吗？你们以后一定会把最好的都给我，好好补偿我，对吧？那当然了，爸爸妈妈说到做到。那就好，那样的话我就最喜欢爸爸妈妈了。昭姐，有辆京牌豪车来找你，看着来头不小呢。管他们呢，我现在可是豪门千金，我要退休摆烂了，有活也不干了。他们说是请你出山救人性命的。笑死！平时喊我活阎王，要救命就来卖惨，以为我是活菩萨啦？我看小说里豪门都会偏爱自己养大的假千金，你别被欺负了还不知道呀。哈哈，怎么可能？他们说了会把最好的都给我。放心吧，我在哪里都是团宠。这么小，肯定不是我的。副总，我们还要继续找这位沈小姐吗？村民只知道她进城认亲去了，其他的一无所知，这还怎么找？找不到也要找。爷爷病入膏肓，现代医学只能维持生命体征，不可能让爷爷恢复生机。只有传说中的沈小姐言出法随，可以呼风唤雨、逆天改命、决生死、定乾坤。如果真有人拥有这样的力量，岂不是太可怕了？所以他是活菩萨，也是活阎王，天地万物生死枯荣都在他一念之间。太老气。原来是这件，我好喜欢啊！为什么我房间挂着他的照片？你干什么？那是我新买的裙子，把我不喜欢的礼物扔掉呀！这是猪猪的房间，你的房间在隔壁。怎么可能？我每间房间都看过了，这一间阳光最足，阳台最大，就是最好的呀。爸爸妈妈，你们之前说会给我最好的，不会再骗我吧？你们不会跟小说里写的一样，偏心假千金，虐待真千金吧？当然不是，只是猪猪以前一直住在这间房。昭昭，隔壁那一间是新装修的，你不喜欢什么都可以换，你就再去看看。我不，我就要这间。爸爸妈妈，小宝，这个家果然还是容不下我了，就让我走吧。猪猪别胡说，你就是妈的命啊！你给我起来！你算什么东西？一来就气哭了猪猪姐，现在又抢猪猪姐的房间，别以为有点血缘关系就了不起。猪猪姐陪我们10几年，她才是沈家真正的掌上明珠。爸爸妈妈，你们也是这么想的吗？昭昭，你是我们亲生的，我们当然疼你，但猪猪也是我们疼了19年的宝贝女儿，你这样霸道跋扈，你们的养女替代了我的人生19年，我只是拿回本该属于自己的房间，就是我霸道跋扈。我流落在外19年的委屈，居然比不上你们养女几滴眼泪。沈周这孩子怎么感觉有点邪门？那你也只能怪你命。行了，昭昭，你说的对，
爸爸妈妈既然答应给你最好的房间，当然也应该给你。猪猪，你搬到隔壁去。爸，你说什么呢？你怎么能这样？长青，就这么决定了。猪猪姐，猪猪，原来家里只有爸爸是真心疼我的，以后我也只听爸爸的话了。爸爸，你不会让我失望吧？当然不会。猪猪姐别哭了。猪猪，妈在这儿呢。猪猪乖，找那丫头子不大对劲。等过2天傅家来定了亲，我就马上安排沈昭直接住到傅家去。你再忍忍。好端端傅九星怎么就瘫了？要不然这是门多好的亲事啊！猪猪嫁过去就能进京都顶级豪门圈，哪还用把这疯丫头接回来？全家受气。你穿成这个样子，算了，孩子喜欢就好。要是傅家看了，您就是我是副总的特助，姓李，奉副总之命为沈小姐备了些薄礼。副总只知道沈小姐回来西城沈家认亲，可这2位哪一位才是副总要请回去，能救老爷子性命的真千金沈小姐？不愧是京都傅家，定个亲都这么大阵仗，绝不能让傅家看上猪猪。李助理，不知副总具体是什么安排？副总随后就到，他特意交代沈小姐身份尊贵，一切以沈小姐的意愿为准。只要沈小姐愿意踏入傅家大门，傅家太客气了，这就是我女儿沈昭。既然傅家守信，我们沈家也一定会履行婚约，将昭昭嫁进傅家，好好伺候九星少爷。我伺候人？九星少爷瘫痪在床，这家人却迫不及待地推这个女孩去履行婚约。看来这位是养女，另一位才是真千金了。您可能误会了，副总邀请的是这位小姐，副总目前还没有婚约，只是诚挚邀请沈小姐前往傅家做客。做客？您不是京都傅家五房的人？京都傅氏枝繁叶茂，五房只是旁系，我们副总是执掌主家的家主。猪猪竟得主家青眼，那我们还怕什么得罪五房旁系？猪猪，你听到了吗？是傅家主家，是家主请你去做客呀！乡巴佬，傻眼了吧？爸妈接你回来就是替猪猪姐嫁给傅家五房那个身体不适的，现在猪猪姐被主家家主看上了，谁还管五房？你啊，运气好呢，还能去给摊子当老婆；运气不好，就滚回你的山沟里喂猪去吧。这就是傅家家主的气场吗？果然压迫感十足。副总，这位便是沈家的沈小姐。副总您好，我是猪猪。你不像，左手给我看，手背。昭姐，有辆京牌豪车来找你，看着来头不小呢。原来他是来找我的。不是他，走。副总，您再仔细看看，我们猪猪怎么会不是您要找的人呢？是啊，副总，您到底找什么样的人？我们猪猪绝不会比任何人差呀！这下有意思了。喂，姓傅的。沈昭，你干什么？冒犯贵客，你等着我收拾你！也许你要找的人是我。够了，沈昭，我知道你乡下长大没有教养，我够忍你了。但你嫉妒猪猪，想刷存在感也要看场合，你是想要毁了沈家吗？是我搞错了，副总，对不起，是我认错了人。我以为沈昭，之前我一直护着你，但这次你太让我失望了。你再这样任性，我以后也不敢要你这个女儿了。姐姐，快跟爸爸妈妈和副总道歉。离了沈家，你还能去哪儿？难道回山里嫁人？那你的一辈子可就都毁了呀！猪猪姐别劝了，她小姐身丫鬟命，偏得了公主病，
就让他滚回乡下去，嫁个杀猪佬，一辈子挨打受罪，他才知道后悔莫及呢。沈昭，那就断亲吧。断亲？沈小姐天赋异禀，有神仙手段，他们居然要断亲。副总，您说他们是不是疯了？我们要不要？你是沈家亲戚？不是啊，那沈家犯蠢作死与你何干？他自有主张。我们击掌为誓：一击掌断血脉，二击掌斩亲缘，三击掌因果两清。从今以后，我也不必对你们手下留情。真邪魔了！大青天老打雷，该死，竟让副总看见如此家丑。沈昭，说什么狂话？别耍性子了，家里人教训你几句而已，只要你跟副总好好道歉，我们是可以原谅你的。我不需要道歉，沈先生不必借我的名头说话。小宝，姐姐就是说气话，你快去给她一个台阶下，她毕竟是你亲姐姐。什么亲戚，就会耍手段吓人。断就断。怎么样？我来跟你3击掌，以后你就滚出沈家，别再祸害我们了。你只能断血脉，斩亲缘清因果，得他们。好，我跟你断！你从小就不在我们身边，本来就亲缘浅薄，是你投错了胎，猪猪才天生应该是我的女儿。副总日理万机，却迟迟不走，肯定还是为了猪猪。既然猪猪已搭上傅家，沈昭这个邪门丫头留着反倒坏事。昭昭，爸爸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现在道歉还来得及。你真是宽容大度，但我已经不会再给你们机会了。好，既然绝情绝义，不识好歹，我成全你。这就是霍灭王的手段吗？誓约继承，天地为证。今日起，我沈昭和沈家血脉断，亲缘绝，因果清。小宝，小宝，你怎么了？叫救护车！快叫救护车！小宝，小宝，你醒醒，你别吓妈妈。你想去哪里？我送你。不管你想找我干嘛，我现在都没有心情哦。沈小姐现在肯定心情复杂，傅某不会这样不识趣。我哪里心情复杂了？我高兴的不得了，我才不会为了他们心情不好。那是我说错话了。没想到有一天我还能听到副总这样低姿态的跟人说话。我没想好去哪里。去哪里都可以，我们上了车，有大把时间慢慢想。啊！我的鸡蛋忘记拿了，是乡亲们送给我的。停车！我可不回沈家去，太丢脸了。有的是人跑腿。李特助，你下车，把沈小姐的鸡蛋拿回来。是。你和乡亲们感情很好。你找沈昭，他不在村里了，19年了，我们村终于把活阎王送走了。那当然啦，我可是村民们养大的，要不是疯子婆婆把我从垃圾堆里捡回村，我早就死了。疯子，你又去哪里捡破烂了？捡到什么好东西了？捡到了，捡到了！我操，你怎么捡了个奶娃娃回来？什么奶娃娃？你这个疯子，你自己都每家讨一口饭吃，你还敢多带一张嘴回来？让我看看，烦死了，真是给我们村没事找事。可是我现在也不能回去了，大家都以为我去豪门当大小姐了，这么灰溜溜回去，好丢人。其实以沈小姐你的本事，随便去哪家豪门，他们谁敢不把你当座上宾？你想留在沈家，也只用说出来就行了，连天都要看你的眼色，何况区区一个沈家？那怎么能一样？他们又不是真心的。你以为我不知道你们这些人当面叫我活菩萨，背后叫我活阎王吗？你笑什么？你小心我招一个雷下！我很高兴，
因为我现在知道你是一个人，你有神仙手段，但你不是活菩萨，也不是活阎王。就算你说话再好听，我也不会帮你干活的。阿晨说可以找到人来救他爷爷，他怎么去了这么久还不回来？奶奶，陈哥哥一定会很快回来的，他那么孝顺您。娇娇，还好有你陪着我。阿晨真是倔，要我说，首先就应该让他和你结婚，冲冲福，好不好都要试一试呀。哎呀，奶奶，我是不急的，反正我这辈子都只想嫁给陈哥哥。阿晨回来了。阿晨，你找到人了没有啊？陈哥哥，你是谁？这位就是你请回来给你爷爷治病的？只是一位朋友。可从未带过女性朋友回家呀。奶奶，阿晨，你是什么意思？我让你跟娇娇结婚冲喜，你不乐意，你倒是把别的女人带回来了。你是想气死我吗？马上把她赶走！如果你还没想好去哪里，要不要去我家？不去。我不需要你做任何事，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，就当有一个免费的住处。不去。我妈妈很喜欢女孩子，虽然没有女儿，但还是看到女孩子适用的东西就买。家里有特别多适合年轻女孩的珠宝首饰、包包、衣服，等着送人。那也不一定送给我吧。我还没有带过女孩回家，我妈一直害怕我不喜欢女人。如果你去了，她一定很想哄我做她儿媳妇。正是如此，不过我奶奶脾气不太好，我怕老人家冒犯你。我会手下留情的。看来这女孩可不是什么普通朋友呀。好孩子，第一次来家里吓着了吧？没事没事，让阿晨和奶奶说，咱们娘儿俩回屋歇着，瞧这太阳大的。你们母子两个是要气死我吗？我的决定没有人能更改。沈小姐这段时间会住在傅家，她不走，谁也不能让她走。她要是一辈子不走呢？傅家的事，轮得到你管？阿晨，你爷爷躺在医院病得快死了，你却只顾着这个女人，你不怕别人戳你脊梁骨吗？我就是为了爷爷才请沈小姐回来的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傅总，沈小姐从乡下带来的鸡蛋我拿回来了。她还是乡下来的，什么破鸡蛋还敢拿到我傅家来？老夫人，傅总，这可怎么办？这些是我的鸡蛋，谁弄的？是我，怎么了？我孙子能被你的这张脸迷惑，我可不会。你这种乡下来的狐狸精，休想进我傅家的门。沈小姐，这事是我奶奶不对，恳请你看在她年纪大了、老糊涂的份上，高抬贵手。他到底是什么人？你为什么要对他这么客气？老夫人，沈小姐可是……你说我是乡下来的狐狸精？我说了又怎么？我有那么漂亮吗？我像狐狸精吗？你当然很漂亮，漂亮过狐狸精。没错，沈小姐美若天仙，比我见过的所有女明星、女爱豆都漂亮。你们这是要气死我！傅奶奶！哎呀，妈，今天太阳毒辣，您中暑了，快回房间歇歇。我没有中暑。傅奶奶，陈哥哥，奶奶，你别伤心，我派人回村。这鸡蛋是怎么回事？你是什么人？我是乡下来的狐狸精喽。你奶奶挺好玩的，你们谁也不许偷偷泄露我的小秘密，我还想再当一回狐狸精。阿晨呐，这个丢人玩意儿怎么还在这儿？少爷已经去公司了。乡下玩意儿就爱吃这些乡下东西。哼，傅家不会跟你一样，吃个水煮蛋都要吃一篮子，一副穷酸相，没吃好东西只会胡吃海塞，吃得完吗你？娇娇说的没错，眼大肚小，没见识又贪心，吃不完你就给我滚出傅家。要是我吃完了呢？你们也滚吗？
傅奶奶可是傅家的老祖宗，谁敢让她滚？那就试试看啊。啊呜！你的鸡蛋都吃到哪里去了？你肯定是做了手脚。你管我？现在该你们滚了。老夫人，宋小姐！哎呦，我的腰，我的腿！哎呦，我的腰好疼啊！怎么回事？这是老太太怎么滚出去了？不知道呀。昭昭，你跟我来，快快挑挑看，喜欢哪个就拿哪个。都可以吗？这上面的钻石好大颗哦。都可以，都可以。傅九生说的是真的，傅妈妈好大方啊，我发达了。我呀，一直想要一个漂亮女儿，可惜阿晨他那个短命鬼的爹没福气，连累我也只生了一个臭小子。现在你来了，我可得好好过把女儿瘾。我的眼光是不会错的。我们先试这一套。哎呦，我的胳膊，哎呦，我的膝盖，我的腰。刚刚这是怎么回事？娇娇，你记得是怎么回事吗？我只觉得绊了一下，然后就摔去了。这可真是邪了门了，难道是家里闹小鬼了？哪里是小鬼，是活阎王本人来了。什么活阎王？老夫人，你以后可别跟沈小姐闹脾气了，她就是……副管家，你怎么了？这是副管家。今天心情好，饶你一回，下次要乖乖听话哦。多谢沈小姐，多谢沈小姐。副管家，你干什么呢？谢他什么？怎么啦？不能谢我吗？刚刚是不是他在搞鬼？肯定是他，是他在地板动了手脚。副管家，叫保安来，我今天非教训他不可。你去不去？少爷交代了。你听他，还是听我的？昭昭啊，快来坐下。老爷子病倒前交代，一切都听少爷的。你们真是要气死我！奶奶，您别生气，生气伤身。玉娇可只有奶奶可依靠了。玉娇啊，这家里也只有你跟我一条心。妈，昭昭能对地板做什么手脚？您这么无理取闹，谁跟你一条心，谁就是哄你玩呢。你不跟我一条心，还不准娇娇和我一条心。我早知道你看不惯我祖孙俩。阿琛不愿娶娇娇，就是你挑拨的。我儿子当年没娶到娇娇妈，阿琛必须娶娇娇。除了娇娇，谁也别想进傅家的门。是吗？那我就偏要试试了。你做梦！你有没有廉耻？你父母呢？我要问问他们是怎么教出你这种女儿的。他们呀，应该在医院急救室吧？不知道死了没有。小宝要是好不了，我也不活了。妈，医生说还有希望的。虽然小宝要是没了，我也很伤心，但那样的话，岂不沈家就全是我的？叔叔，爸爸怎么了？我早年曾听几位来自京城的顶级权贵说，有一位活菩萨就在我们城内，有活死人肉白骨之能。这样的人，我们沈家找不到。
但傅家家主肯定能找到。若我们去傅家求助，是啊，那我们还不快去傅家？我们空口白舌，怎么能请得动傅家家主？爸爸，为了小宝，我是做什么都愿意牺牲的。是了，傅家家主不近女色，却独独来咱们家，定是看上猪猪了。猪猪既然有这样的决心，我们立刻备厚礼去傅家。你们是什么人？竟然敢堵沈家的大门！我是傅九星的六叔，阿星父母都不在了，我带他的父母来提亲。这位就是我们阿星有婚约的沈小姐吗？不是我才不会嫁给一个摊子，我可是傅家家主的女人。你说什么？猪猪只是养女，和傅五房有婚约的是我的亲生女儿沈昭，你们找她去。六爷息怒，珠儿年纪小不懂事儿，但珠儿确实已得家主青眼，看在家主的面子上，还请六叔不要见怪。少拿家主压我，我可是看着他长大的。既然不是他，那你们的亲女儿沈昭呢？那会儿乱成一团，我也没注意呀。沈昭小姐，她上了傅家家主的车走了呀！什么？你们确定阿晨是看上你们家这个养女，而不是你们的亲生女儿？那我搞错了。这个死丫头肯定是骗了家主，她肯定是冒充了猪猪，她这是要祸害死我们沈家呀！对，一定是这样，我们必须马上去傅家。六爷，现在怎么办？沈家这些年拿了五房多少好处，可不能让他们白拿了。阿星状态这样差，要是再被悔婚，阿星怎么承受得住？就算涉及到阿晨，我们也不能就怂了，我们也去找阿晨。陈哥哥，你听到了吗？这女人就是居心不良，想要当傅家家主夫人。陈哥哥最憎恶有人觊觎他，一定会狠狠地惩罚这个乡下女人。沈小姐若是愿意做傅家家主夫人，是我和傅家的荣幸。陈哥哥，傅家家主夫人是世家女眷之首，当世名媛典范，这个乡下野丫头哪里配？老夫人，您就别说了，哪里不配？只要阿琛愿意，就配。就是你，你事事和我作对。我们傅家就是娶了你，我儿子才早死，老头子才病重，都是你克的。呸！你儿子死了，我儿子还没死了，要克也是你克的。老夫人别冲动啊！奶奶，您别伤着了。这可不能怪我吧？换个清静点的地方。你妈妈和奶奶经常吵架，你躲进厨房的动作很熟练的样子，要我帮你阻止他们吗？我可以让他们以后都和睦相处，相亲相爱，你能省掉很多麻烦。不，如果你真的想帮我，请帮我治好我的爷爷。我现在还是没有这个想法。为什么？你可以提出任何条件，我都会答应。因为现在我心情不好，心眼很坏，只想做一点坏事。你的能力和你的心情有关。你比其他人都聪明。我要怎么做才能让你心情好？我怎么知道？而且让我自己想出来就没意思。我找沈昭，我是沈昭的亲妈，沈昭就是个骗子，让我们进去，我们进去说。哦，原来没死啊。看来我这颗心还是心不由己，放水了呀。你们不能进来！
我们见副总有急事。你们是什么人？傅家也敢闯，还把人轰出去！奶奶，刚刚听他们的意思，他们好像是沈昭的爸爸妈妈呢。哼，原来你们就是沈昭的父母。哼，他不是说你们死了吗？老夫人，您千万别见怪，那丫头从小在乡下野惯了，满嘴谎话，我们已经和她断绝关系了。但猪猪啊，是我们精心培养的大家闺秀，知书达理，贤良淑德，肯定能当傅家的好媳妇。你们在胡说些什么？老夫人，傅总亲自来沈家，说请我家女儿来傅家做客。可是沈昭那个死丫头趁我们不注意，竟然蒙骗傅总，顶替猪猪跟着傅总回来了。这才是我家女儿猪猪呀！你说我儿子原本要带回家的是他，就他？这不就是一个翻版宋玉娇吗？庸俗无趣，哪里比得上昭昭可爱？我儿子品味能这么差？不信，你问他，就是李特助说傅总要找我们家猪猪的。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？阿晨呢？赶紧把阿晨找来。是。不用找了，我在这里。我也在这里呢。副总，您被那个臭丫头骗了，猪猪才是您要找的人啊！是呀，副总，那丫头疯疯癫癫、胡言乱语，您要怪就怪她一个，千万不要迁怒我们沈家，我们和她已经断亲了。副总，昭昭贪玩不懂事，只要是我的，什么都想抢。她本性如此，不是故意的，您千万不要怪她。阿晨，到底怎么回事？你带回来一个还不够，这又来一个，一家子都来了，当我们傅家是什么地方了？陈哥哥，沈昭也就算了，虽然粗鲁无礼，倒还有几分野趣。这个沈猪猪算什么东西啊？他这算是夸我还是骂我？你处处都好，他们说出来的话当然都是夸你的。要是说的不中听，也是因为他们蠢，连夸人的话都不会说。这可怎么办？难道副总是真的看上了沈昭？一个乡下丫头，居然这么会勾引人，真是低估了她。不行，我绝不能让她抢走副总。陈哥哥，你怎么能这么说我？说就说了，怎么了？阿晨，你这么欺负娇娇，是看你爷爷不行了，就连我也不放在眼里了吗？傅总，傅老夫人，我虽然不知道他是如何欺骗傅家的，但沈昭已经有婚约了，她是傅九星的未婚妻，你们可千万不能为了一个骗子伤了感情呀！昭昭和阿星有婚约？大伯母，什么事儿惹您生这么大气呢？六爷，您可来了，她就是沈家的亲生女儿，就是她和九星少爷定了亲，您快把她带走吧。这个姑娘眼睛清澈明亮，一派天真素质，确实是个好姑娘，可比这个娇柔做作、虚伪拜金的女人强多了。小姑娘，原来你就是九星的未婚妻，太好了！她不是。阿晨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你要抢阿星的未婚妻不成？不管沈昭是怎么入了副总的眼，这死丫头已经和沈家决裂，绝不能让她攀附上副总。副总，沈昭确实是九星少爷的未婚妻，她真的骗了您，猪猪才是您要找的人，您就把这个惹是生非的死丫头交给六爷处置吧。不能。傅九晨，你疯了！你身为家主，抢你堂弟的未婚妻，你不怕身败名裂，受千夫所指吗？阿晨，昭昭和阿星已有婚约，阿星已经那样了，你不能跟阿星抢啊！你就当和昭昭没有缘分吧。妈，事情不是你想的那回事。那是怎么回事？你说呀！你们谁也不许偷偷泄露我的小秘密。不是少爷不愿意说，是少爷不能说呀。有什么不能说的？我让你自己选，我只许你说。少爷，沈小姐答应了，你就说出来吧，大家就不会误会你了。你隐世多年，除了极少顶级权贵口耳相传，没有人知道你的存在。你并不希望别人知道你的身份，你为什么必须我说出来？你猜？阿晨，你还不说吗？没什么特殊原因，
是我单方面诚心请求沈小姐来傅家做客，沈小姐不说要走，谁也不能带她走。傅九晨，你是色迷金窍昏了头了！你爷爷怎么会选了你做家主？你这次，妈妈也不能站在你这边了。我都准你说了，你干嘛不说？说出来，对你毫无益处，只对我有益处。是我请你来的，我不应该做这种事。你对我是真的很好。不对，阿晨绝对不是沉迷情爱、不讲道义亲情的人。可为什么传闻有一个活菩萨言出法随，无有不应？我之前也四处寻找过这个活菩萨，后来大伯病重，阿晨也到处找活菩萨。难道阿晨找到了？莫非这个年纪轻轻不过少女模样的沈小姐就是活菩萨？阿晨，难道沈小姐是孽障？孽障！你看看你惹出来的好事！不可！你居然想打我！这是怎么回事？我的手，我的身体为什么不受控制了？为什么我们都不能动了？他为什么能动？是他使了妖法。他果然就是活菩萨。阿晨找到了活菩萨，大伯和阿星都有救了。我们已经断亲了，我对你们做任何事情都不会有任何限制。沈小宝没有来，所以是他一个人承受了责任，而我对你们心慈手软，所以你们才这样肆无忌惮。那不是巧合，是你有意害了小宝。那不如我们再玩一次。活菩萨，你是活菩萨，阿星有救了！什么活菩萨？不可能，她不是，她只是一个乡下丫头，是我们沈家不要的继骨。六爷，你一定是搞错了，她是我肚子里爬出来的，穷山沟里吃百家饭长大，她如果有这种本事，怎么会缩在乡下种地？你们自己有眼不识泰山，只有一张嘴硬。你们刚才不是都已经看到了吗？阿晨，老六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什么是活菩萨？活菩萨活死人，肉白骨，言出法随，天地响应。人说一定会请人回来治好你爷爷，原来沈小姐就是那个人。沈小姐真是单纯率直，谦逊低调，不愿意人前显圣，任由我们误会，也不曾怪罪。虽有神仙手段，却有菩萨心肠啊！你小小年纪，真的有这样的能耐？你能救回我们家老头子？奶奶，这不是沈小姐能不能的问题，而是我们有没有打动沈小姐，能不能请得动沈小姐为我们出手。可是你们也没说呀，我也不知道啊，我以为他就是个乡下来的，养分高知的。我不信，绝对不可能！你们肯定是搞错了。你当然不愿意相信。如果这是真的，你们分明拥有一个神仙真女儿，可你们却眼盲心瞎，选了一个虚有其表、娇生惯养的草包假女儿。我查过了，你们10年前就知道孩子被换了，也知道他就在山坳村，可你们怕他性子也不好教养，就任他自生自灭。这又怎么样？天下无不是的父母，我们就算做错了，也不能算错。无论如何，她都是我们的亲生女儿啊，是我沈长清的女儿，沈家不就马上跻身顶级权贵阶层了吗？没错，生了她，生恩大于天。就算是个真神仙，也是我们的女儿，她身上流着我们的血。老赵，爸爸现在明白了，你有这样的能耐，却还是留在山坳村，你就是想等我们去找你，是不是？小宝那么不懂事，你也让着他，你就是想要留在家里。爸爸这就赶走沈猪猪，爸爸以后就只有你一个女儿。爸爸会把之前19年的疼爱
都加倍补偿给你。爸爸，谁是你爸爸？不知道哪里来的野种，身上流的都是肮脏的下等人的血。妈妈，小宝要是好不了，我也不活了。妈，医生说还有希望的。只有沈昭能救小宝。猪猪，你本来也不是我的女儿，我们沈家养了你这么多年，也算对你仁至义尽了。昭昭回来了，她才是我们亲生的女儿。你赶紧收拾收拾，离开沈家吧。妈妈，你们真的不要猪猪了吗？小姑娘，你能把人家活菩萨真千金逼得被断亲，你也不用装无辜装可怜了。你这对养父母已经是见风使舵了，你也见好就收吧。你这豪门千金的日子从今天到头了。凭什么他已经被扔进了垃圾堆？凭什么我苦心经营的一切要还给这个村姑？凭什么他已经被扔进了垃圾堆还能活？凭什么恶毒但愚蠢？凭什么我苦心经营的一切要还给这个村姑？你怎么会知道我在想什么？因为我真的是活菩萨呀！沈猪猪，你心里居然是这么想的！你真是忘恩负义、狼心狗肺！我们沈家养了你19年，养出了好一条白狼样。猪猪，你怎么能这样想？我们待你如亲生，把你当掌上明珠养大。我这么想，还不是你们想的？虚情假意、趋炎附势、踩低捧高，把所有人都当蠢货，不就是你们每天都在做的事情吗？沈昭，你说他们心里是不是也和我一样？是，他们和你一模一样。你确实是他们教出来的女儿。昭昭，我们谢谢你们演的一出好戏，但戏已经演完了，我再也不想看到你们的脸了。滚吧！我累了，我要回房间休息了。好。可是，那老爷子，傅九晨，你很好，所以傅老爷子已经醒了，你们可以去医院看他了。副总，奇迹发生了，老爷子醒了。沈小姐又吃鸡蛋呐？哟，您又有意见呀？没有，光吃鸡蛋多没有营养啊！沈小姐想吃什么，只管吩咐厨房，龙肝凤髓不敢说，山珍海味还是应有尽有的。你们之前对我一个样，现在对我又是一个样，你们不觉得丢脸吗？之前是我和娇娇有眼不识泰山，不知者不罪，沈小姐不会见怪吧？哦，怕我翻旧账？放心吧，有仇我当场就报，不求会翻账。你不去医院吗？我不去。老头子要是快死了，我去医院见他最后一面；老头子要是不死，我就在家里等他回来。傅九晨什么时候回来？你问他做什么？奶奶，你还记得之前沈小姐说过的话吗？她说是了，她想嫁给阿晨，她想做傅家家主夫人。奶奶，沈小姐有天大的本事，她能救爷爷，也能给傅家带来更多注意，我是远远比不上的。
虽然我自从8岁起就梦想着嫁给陈哥哥，但到底是我不配。我不会怪你，也不会怨陈哥哥的。我的娇娇啊，你怎么这样懂事呢？沈小姐本是通天，又有傅妈妈助力，陈哥哥宠着，连傅爷爷也是被她所救。我怕日后奶奶在傅家就要看沈小姐的隐私。娇娇啊，还是你真心为我打算。不过，既然他救了我家老头子的命，为了老头子，就算以后要娶一尊活菩萨来家里当孙媳妇儿，我也认了。奶奶说的也是，只怪我没有那么大的本事，我配不上陈哥哥。娇娇，这是奶奶对不起你，你放心，奶奶一定给你找一个不输阿晨的好夫婿。奶奶，死老太婆，说什么都是假的。哼，我不能得偿所愿，你们也休想称心如意。这真是奇迹啊！老爷子明明已经器官衰竭，全靠呼吸机维持，现在所有指标都在好转，这根本不科学呀！因为这本来就不是科学。难道你们知道是怎么回事？快跟我说说。我们找到活菩萨了。活菩萨？什么活菩萨？哪有什么活菩萨？他胡说呢！医生，你可要相信科学呀！医生，那我们老爷子这是大好了。目前来看是的，不过这身体机能的恢复太离奇了，我们从医学上也很难判断接下来会怎么样，建议还是多留意观察，尤其是病人的心脏，我怕病人的心脏难以承受这样剧烈的变化。好，多谢医生。没事，都是我们应该做的。你们真的找到活菩萨了？老爷子，要不是活菩萨，哪能有这样的奇迹呢？活菩萨现在在哪儿呢？沈小姐在家呢。好，阿晨，我们傅家既然有这个福气，能把活菩萨都请进家门，之后100年，我们傅家肯定还能屹立众世家首位不倒啊！老爷子别太激动，医生刚刚也说了，怕您的心脏受不了呢。这我能不激动吗？阿晨，不惜代价，一定要供奉好活菩萨。哎呀，也不知道活菩萨这样的人物喜欢什么，我们傅家有没有这个荣幸得活菩萨亲眼啊？沈小姐率性而为，重情重义，只要我们以诚相待，沈小姐一定会留在傅家，必有傅家的。阿晨也会夸赞人了。老爷子，沈小姐之前说想要试试当傅家的家主夫人，傅总说那是她的荣幸呢。你闭嘴！哎呀，不容易啊！阿晨的性子要是心里不愿意，别说是活菩萨了，就是王母娘娘说要嫁给他，他也是不会答应的呀。公司还有事儿，我先去忙了。大晚上的能有什么事儿？你这个臭小子，别是学会害羞了吧？看过你爷爷了，安心了。托沈小姐的福，沈小姐肯来傅家的那一刻，其实我就已经安心了。撒谎。是我的错。沈小姐心如明镜，动若观火。我的想法在沈小姐面前一览无余，是沈小姐一直以来不跟我计较。我竟然还胆大包天撒起谎来了，真是该死。少来，我才没有兴趣时刻都想着去偷听别人内心。我知道你撒谎，是因为你之前时刻都微微皱着眉，只有现在才松开。原来沈小姐虽然没有兴趣听别人的心思，却还有点兴趣看着我傅九成。哪里来的小狗？我有点无聊，
就把隔壁家的小狗叫了出来陪我玩。奶奶，您看陈哥哥对沈小姐多好啊！陈哥哥明明有洁癖，沈小姐拉着他摸不知道哪里来的野果，陈哥哥哪怕心里再别扭再难受，也顺着沈小姐呢。是啊，阿晨从小最爱干净的。哼，死老太婆这么疼陈哥哥，肯定要对沈昭不满吧？所以说，这小子跟他爷爷一个样，谈恋爱之前各种穷讲究，一谈恋爱什么毛病都没有了。行了，我们进去吧，别打扰人家小两口谈恋爱了。是。沈小姐，叫我干嘛？沈小姐，早上好啊！您见到奶奶怎么都不跟奶奶打个招呼问安呀？我问安？是呀，傅家是名门望族，家训礼节诸多，早起问安也是延续了100年的传统规矩了。你以后在傅家的日子还长着呢。这些小规矩可以早些适应起来啦。死老太婆最重视名门规矩，沈昭这个野丫头最不听规矩，不信他们这次还不吵起来。早上好。娇娇，规矩什么都是做给外人看的，现在都是自己人，随意就好。奶奶，你以前可不是这么说的。以前是以前，现在是现在，我们要与时俱进。昭昭起这么晚，肚子饿了吧？我让厨房给你留了早餐，快去看看有没有你喜欢的。好。这是什么新套路？好恶心，好肉麻。规矩只给外人看，那我这么多年在你面前做低服小算什么？就让我们进去吧，不管昭昭怎么说，我们可是他亲生的父母呀，他一定会原谅我们的。大不了我给他跪下，他不想认我们就算了，她是小宝的亲姐姐，她不能这么绝情啊！行了，二位，昨天的事情我们可都看着呢，你们还有脸来纠缠沈小姐呀？厚颜无耻也要有个限度吧？你一个下人还能评判我们沈家的家务事了？等昭昭原谅了我们，你看我们怎么收拾你！对，有本事你就放我们进去。沈小姐的话，你们就是听不明白吗？行，我让你们进。昨天沈小姐已经说了，她再也不想看到你们的脸了。你们还以为自己能出现在沈小姐面前呀？哎呦，六爷，您怎么也来了？我来求见沈小姐。老夫人，六爷来了。哎呀，老六来了，怎么也不提前说一声？六爷好。这不是来求见沈小姐吗？我去医院看过大伯了，大伯果然已经好了，医生说晚上就能回家了呢。恭喜伯母啊！你找沈小姐是想请她出手救九星？是，也不是。沈小姐就是能救阿星的活菩萨，还和阿星有婚约。要是能把沈小姐请回去，和阿星日久生情，岂不是天定天缘？昨天六爷还说九星哥哥和沈小姐有婚约呢。六爷，难道还是来找沈小姐履行婚约的？什么婚约？玉娇这丫头胡说八道呢！沈小姐神仙人物，怎么可能被前任一句话许下婚约？镇上又怎么办呢？
你这人真有趣。我记得你昨天说话也很有趣，你让我想起我李叔了。能让沈小姐想起故人是我的荣幸。李叔经常一会儿说好听话哄我开心，一会儿偷偷去干坏事被我抓住，他被我狠狠教训了好多次呢。若能被沈小姐教训，也是我的荣幸。老六，我以前怎么不知道你可以这么厚脸皮，在一个小辈面前彩衣玉杵了？那是我还没有遇到沈小姐。你想要我帮你做什么？沈小姐真是明察秋毫。我家里的小侄子傅九星，前些日子横遭意外，不幸瘫痪，求沈小姐救一救九星。傅六以后，愿任由沈小姐驱使。我用你干什么？我没兴趣驱使你，还是算了吧。我一个老头儿，自然只能效犬马之劳。哈哈哈哈，是没什么意思的，我只是一个添头。沈小姐，只要你跟我回家看一眼就知道，我们阿星有世家第一美男之名，比阿晨还要帅气很多呢。你这句话成功的吸引到了我的注意力。我们家阿星不止长得好，人也乖，绝不会让沈小姐失望的。行，那就让我去看看第一美人长什么样。请。等一下，奶奶不要急，注意身体呀。没想到他居然自己走了，真是得来全不费功夫。接下来就是要想个法子，让他永远别忘我。真没想到我老头子还能活着出院。管家，家里出什么事情？少爷，沈小姐她走了。什么？走了是什么意思？怎么了？说，你们都干了什么？活菩萨都迎进了门，怎么会走了？傅家下一个100年的荣光，都要叫你们给断送了！老头子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我可什么都没干，都是老六。爷爷，是沈小姐自己要走的。奶奶对沈小姐可是关怀慎重，万分体贴。但沈小姐是什么样的人物？她说走就要走，奶奶还能拦着她不成？就是，妈，敢做要敢当。您之前的所作所为，可没有半分关怀和体贴。我之前是态度不好，可我自从知道沈小姐救了老头子，我就对她再无挑剔了呀。那为何如今沈小姐反而要走？其实这得怪少爷。管家说的对，归根垫底，还是阿琛不争气。我做了什么？就怪你什么都没做成。沈小姐给了你那样多的机会，你都不知道近水楼台先得月，博得沈小姐芳心。老六一来，就把沈小姐拐走了。这是什么意思？六爷上午来家里了，好一顿甜言哄沈小姐高兴，然后说阿星少爷比我们少爷长得更好，人更乖。沈小姐大为动心，立即就跟六爷走了。虽然你是我亲生的，但阿星确实还是……妈，见过沈小姐。你怎么能确定我一定会跟你回来？虽然不能确定，但我们时刻准备着恭迎沈小姐。那傅九星也时刻准备着了。当然。那就好。本小姐不喜欢霸王硬上弓，只喜欢自愿的。自愿。你就是傅九星。
是，你就是活菩萨。九星，你怎么答应我的？你派人给我梳洗打扮，教我对活菩萨言听计从，任由他摆布，我都答应了，也照做。但你没说，还得甜言蜜语，温柔小。阿星躺在床上太久了，心情抑郁。沈小姐宽宏大量，莫要见怪。不见怪，不见怪。冷脸洗床单，我的最爱。这么快就要发展到洗床单了吗？阿星自小当惯了少爷，他没有洗过床单呢。没关系，我很大度，他可以慢慢学。你先出去吧，我想和他单独聊聊。是。阿星，记着六叔给你说的话。我听说你原本要留在鲁家，要做家主夫人。傅九成不能让你满意吗？他很听话呀，对我也很好，就是太听话就没有意思了。你这样的比较有意思。你们叔侄两个真的太好笑了。如果傅九成知道，你们都以为他是牺牲色相才请到我，他的表情也一定很有趣。你什么意思啊？逗你们玩的意思。你并不打算治好。不，我会治好你，但我需要你帮我做一件事。傅总今日是要去做什么？怎么穿成这样？孔雀开屏，懂吧？好好开车。傅总，其实您要是不愿意，可以和夫人、老夫人、老爷子说的，大家也不会勉强你。毕竟这对您来说确实难度有点大。老爷子、老夫人、夫人，这些都是傅总的尺码。这可得好好挑挑。我看阿琛也不比阿星长得差，就是老气了一些。沈小姐毕竟年轻，肯定还是喜欢花满山那一款的。要不去让阿琛也去做那个什么医美？那不就成了整容脸了？我不信沈小姐看得上整容脸。哼！平常说的多冠冕堂皇，多有名门气节，沈昭都走了，居然还去讨好。娇娇呀，你也年轻，你快来帮我们参谋参谋。好呀，奶奶，我看看。您可比九星少爷大好几岁，让您打扮的这样青春洋溢，跟九星少爷争，确实为难您了。要不我们就转一圈，直接回家去。就说沈小姐还是更中意九星少爷，把沈小姐让给九星少爷吧。我也没说，我不愿意。阿琛，你这就太霸道了吧！沈小姐又不是你家的，我们才刚把沈小姐请回来，你就打扮得花枝招展，跑来抢人。我来请沈小姐是我的诚意，沈小姐想要留在五房还是回主家，要沈小姐决定。一张嘴就怼人，你小时候可爱多了。六爷，您去主家也没人拦着您见沈小姐，您这样拦着我们，是不是不大讲武德？我这个人就是没有武德。多谢六叔告诉我，原来沈小姐还没有承诺会留在五房，不然六叔也不用在这里严阵以待。你们吵完了？我还以为你们会打起来呢。你为什么穿成这样？
想试试这个风格。不适合你。那沈小姐怎么一看到副总就跟我们走了？您不管九星少爷了呀？你们不是来接我的吗？当然是，不用理会他。不过之后我打算搬去傅九星家住。为什么？是我们家招待不周吗？我有件事让傅锦星帮我去办。为什么不让我去办？我也可以。什么活菩萨，还不是肉体凡胎？只要事发突然，不露痕迹，你就算有通天本事，又有什么用？该死的时候还是得死。也不知道阿晨能不能把沈小姐请回来。怎么回事？沈小姐不愿意回来吗？都怪我没把阿晨生得更漂亮一些，要不我们一起去劝劝沈小姐，一时的年轻美貌不中用的。不是这样的，是陈哥哥，你干什么？宋玉娇，大的胆子！气成这样，难道是沈昭那个贱人真的死了？陈哥哥，你在说什么？我听不懂。不用装了，警察马上就到。阿晨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出什么事儿了？沈小姐原本已经和副总一起回来了，可是回来的路上出了车祸。因为我小心！所有人出去。昭昭，没事吧？没事。那沈小姐人呢？我送她回九星那边了，家里没清扫干净，我们哪里有脸请她回来？你的意思是，车祸是玉娇干的？我没有，陈哥哥，我什么都没做过。奶奶，您是了解我的，我怎么会做这种事呢？昭昭说，是你做的。娇娇，你怎么能做出这种事儿？沈昭一说你就信了？你不是说最疼我吗？你到底疼谁？是你说会让我嫁给陈哥哥，会让我做傅家家主夫人的，是你说话不算数才把我逼成这样。没想到傅家养了你这些年，养出一个如此歹毒的白眼狼！马上喊保安来，把这个祸害我们傅家的白眼狼赶出去！傅家一秒也容不下他。是。你好，我们接到报案，这里有人买凶杀人。就是他！没想到倒是养出仇了。阿晨，家里出了这样的事情，那昭昭还能回来吗？你怎么办呀？这些是什么人啊？他们也是来傅家五房做客的。这傅六爷和九星少爷在搞什么名堂？突然神神秘秘的开宴席，却连为什么都不说。莫不是九星少爷要结婚了？听说九星少爷早有婚约，近日6年还带人去提亲了呢。那和这一伙一看就是山里来的泥腿子有什么关系？难不成新娘子是也是乡下村姑？九星少爷虽然贪了，也不至于落魄到只能找个村姑结婚吧？哎呦，这城里有钱人的房子就是漂亮哈，值不老少钱了吧？瞧你这没出息的样子，要是给昭昭丢脸了，小心昭昭教训你呀！三，我刚刚听人说这傅家呀，咋回事？昭昭认亲不是回沈家吗？来傅家干嘛呀？昭姐让我们来，我们就来呗。昭姐自有安排，没什么。
我才不担心呢，该担心是别人啦。各位是沈小姐的乡亲们吧？请随我来这边坐。傅老夫人，傅夫人来了。是谁下楼来了？这么大排场，让他等这么久。哎呀，诸位这么热情啊！傅六在这里，真心谢各位捧场啊！傅六爷，今天到底是有什么大喜事啊？就别卖关子了，赶紧说吧。九星，下楼来吧。九星少爷要下楼。还真是九星少爷，他真的好吗？是沈小姐出手了。沈小姐之前救老爷子，是您诚心求了好些天才出手，怎么这一次就一个晚上，沈小姐就被六爷和九星少爷打动了？你能变成一个哑巴吗？九星少爷奇迹般康复，这确实是大喜事啊，值得庆祝。不，九星康复比起今日真正的喜事，还差一大截呢。还有什么喜事能大得过此事？自今日起，傅家五房就要多一个人，我们家九星再也不是孤苦伶仃一个人了。莫非九星少爷今日还要结婚，要双喜临门了？难道是沈小姐要嫁给九星少爷？他们确实原本就有婚约呢。我从现在开始真的变哑巴了。傅总，你要是不甘心，其实也可试试抢婚的。你如果不知道什么是装哑巴，我可以帮你把舌头割了，当个真哑巴。下面有请沈昭沈小姐。昭昭，这是谁呀？怎么还戴面具？昭昭，爸爸妈妈来接你回家了，我们知道错了，你就原谅爸爸妈妈吧，你可是我们的亲生骨肉呀。我不是说过，我再也不想看到你们的脸了，滚吧！所以他们把脸遮了起来，这是想要借着名流云集的机会，让所有人都知道他们是昭昭的父母，就算不能勉强昭昭原谅他，也能让所有人因为忌惮争吵，对他们礼让三分。他们沈家以后在京城，自然也屹立不倒。还能钻这种空子吗？怪我说话不严谨。你能一抬手就治好瘫痪的傅九星，你也可怜可怜你的亲弟弟，救救小宝吧！昭昭，爸爸给你跪下了，之前都是爸爸不对，但我们终究是血脉之亲呀。妈妈也给你跪下来了。啊呸！那算什么父母？只管生不管养，这么多年没养昭昭，接了昭昭回去没2天就把昭昭气走了，你们还来卖惨了？就是，昭昭那么好的脾气，都忍不了你们了，可见你们一定是极其无耻，极其歹毒。你们是什么人？凭什么？凭什么？就凭你们！你们是山坳村恶人窝那一群乡巴佬？你会不会说话？什么恶人窝？我们村里的可都是大善人，不然能养出昭昭这么好脾气的闺女。你们想干什么？沈昭，别吵了，小六，你处理一下。是。来人，把这2个哗众取宠的玩意儿扔出去。小六，六爷叫小六，他们是什么关系？他到底是什么人？李叔、六婶，村里的大家都来了吧？来了，就那边坐着呢。昭昭，今天到底是什么日子？我听人说你今天结婚呀？这个嘛，你们先回去坐好，这事儿比结婚可有趣多了。这怎么看着不像是结婚的样子？祖奶奶，请喝茶。祖奶奶，这不是成亲，是认亲啊！傅总，以后沈小姐不也成了您的祖奶奶了？傅总，我这个人心直口快，实在装不了哑巴，要不您真的把我舌头割了吧？
乖啦，小孙孙。姑奶奶，请喝茶。这沈小姐到底什么来头啊？我都快好奇死了。你管人家是什么来头？不管以前她是谁，现在都是京都权贵圈子的1号人物，惹谁也不要去惹她就是了。为什么不让我去办？我也可以。这件事你不行，我哪里不行？因为我……这就是傅九星可以，但我不行的事情。六嫂，沈昭，他来了，公事啊，快想。李叔，我之前说邀请你们来城里吃宴席，我没食言吧？没有，我就知道你说什么都会做到，说什么都会应验的。昭昭，我看你在城里混得比乡下还好嘞，你以后就好好待在城里了，有宴席吃的时候可以再叫我们来吃2顿。六婶，你这是怕我回村是吧？没有，哪有这回事？村里人都想你回去的呀。以为我不知道啊？我一走，你们就高兴的放鞭炮呢。没有呀，怎么可能呢？李叔，你还敢对我撒谎？小心我！放过你了。小祖宗别吓唬我了，我再也不敢了。昭昭，要是城里待的不高兴了，你再回来。等我呢。你让九星去做却不让我做的事情，就是认你做祖奶奶吗？为什么？不为什么？怎么，你羡慕他，也想叫我祖奶奶？不，我也不想。那你想干什么？我想叫你昭昭，只是不知道你许不许。你要叫就叫，我还能拦着你？你又不是没叫过。那么，昭昭，你要不要跟我回家？我考虑考虑喽。